大家好，我是 Alex。4月24号，阿斯麦这家全球最大的光刻机公司正式换帅，由法国人克里斯托弗·富凯出任 CEO。这个法国人富凯啊，他出生于1973年，是一个物理学家。他在2008年加入了阿斯麦。那么16年来，他先后担任了这个公司的营销和管理等多个职位。富凯是一位产品革命性改革的推动者，在他的带领下，阿斯麦推出了最先进的晶圆，也就是中国大陆说的芯片制造设备，推动了运行极紫外线尖端器的计划。那么这些成果一度让阿斯麦成为全球领先的光刻机 No.1。2022年，升任副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的富凯，成为前任 CEO 温宁克的得力助手。作为一个地地道道的法国人，作为一个欧洲的企业家，作为一个跨国公司的 CEO， 也是上市公司的 CEO， 这个克里斯托弗·富凯他上任后要烧的第一把火，他要做的第一件事，并不是想着如何提升阿斯麦的技术、制程和设备，反而是要慎重地考虑如何正确的、和谐的处理和中国市场的关系。在2023年，阿斯麦在中国大陆市场的销售额达到了80.1亿美元，同比增长了157%，约占公司总营收的64%。由此看出，中国市场占据了阿斯麦销量的半壁江山。但是2024年阿斯麦的业绩订单锐减，导致股价大跌。公司第一季度销售额为56.7亿美元，同比下降了22%，净利润为13.1亿美元，环比下降了40%。那么第一季度的订单额为38.7亿美元，相较于2023年第四季度的订单金额下降超过了1/3，股价也因此大跌了7%，那么市值蒸发超过了272亿美元。而阿斯麦的业绩为什么塌方了呢？因为美国的管制禁令导致阿斯麦的业绩出现塌方。作为全球光刻机的扛把子，阿斯麦在全球的芯片领域举足轻重。2023年9月，美国政府要求荷兰政府对阿斯麦的高端 DUV 光刻机进行出口管制，并于2024年1月1日起正式生效。因为 DUV 可以容易的实现7纳米到14纳米的制程节点，属于光刻机的主流技术，并在中国拥有不少的客户，比如说华为，比如说中兴等等。那么美国的一纸禁令就不让阿斯麦向中国出口高端 DUV 光刻机了。那么至于以后什么7纳米、
9纳米，一直到14纳米，阿斯麦都别再想卖给自己的全球第2大客户中国。所以经过了阿斯麦的一个评估，这个美国的禁令将会影响阿斯麦8亿到12亿美元的销售额。当然，阿斯麦并不傻。目前看，中国自主研发的光刻机正在高速追赶中。所谓的华为麒麟 9000S 芯片 EFE-12 光刻机的成功研发，那么中国号称实现了14纳米工艺节点的量产，当然还需要核实，并且中国正在加速向7纳米以下的工艺节点进军。而当下如梦初醒的阿斯麦意识到，如果要想保住中国的市场，就要想方设法的绕开美国的管制禁令，从而摆脱美国的控制。当然，一旦得知阿斯麦要离开，荷兰首相吕特特别制定了一个计划，这个计划叫做贝多芬计划，用来挽留阿斯麦，甚至他跑到中国访华期间重申，荷兰对于光刻机的出口管制并不是针对特别国家。话里话外，他透露出的都是中国市场对于阿斯麦太重要了，真不能没有。但是按照贝多芬计划，荷兰政府将要狂砸26亿美元，彻底改善阿斯麦公司的基础设施，以此挽留阿斯麦公司留在荷兰。但是这个贝多芬计划并没有让阿斯麦动心，因为阿斯麦想离开的原因压根就不是因为基础设施的落后，而是荷兰对美国似乎唯命是从的态度。这种态度极大地限制了阿斯麦公司在中国市场的业务拓展，也就是说，挡了阿斯麦的财路，阻碍了阿斯麦的发展。公司方面已经透露，要把法国作为备选的方案，因为呢，我们知道法国和荷兰不同，相比于荷兰的唯命是从，法国经常敢于对美国说不，也就是说，有更强的经济自主性和民族性格。在法国，如果跟中国做生意，就不会像荷兰那样轻易受到美国的控制。但是，还是玩了一个两面派。阿斯麦声源不再提供最新的光刻机给中国，而仅仅是提供以前提供给中国光刻机的维护合同，继续维护旧的光刻机的服务合同。最终我看台积电依然是最新款阿斯麦光刻机的买家，并且这么多昂贵的每台价值上亿美元的光刻机，最终肯定是要落户美国的亚利桑那州凤凰城。而2024年台湾的地震、台湾的缺电，都会直接影响台积电的生产。在2024年，台积电将可以在美国的亚利桑那凤凰城将达到月产2万片5纳米晶片的产能，
这当然也是拜登想要看到的，因为这正是他声称的为了连任总统，表示这才真正代表着美国制造业的真正回归。谢谢大家。